120号，请到第3诊室就诊。好美啊！您好，请坐好。你好，林医生，我是和您预约过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当然记得。助理还特别提醒过我，这个预约很重要。请问您有什么症状？哪里不舒服？啊，我最近每天胸口很闷，闷得厉害呢，医生。胸口吗？那那还有其他症状吗？就是胸口闷啊，怎么，林医生不信吗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您可以摸一下呀，摸一下，你就知道了。不用啊，这个胸口闷的话，那就先拍张心电图查一下吧。我最近画了一张画，是古代的我。啊，穿越到古代？就是这幅画，您看看。小姐，你是不是挂错科了？精神科在楼上。林医生，我没有神经病。昨天我还做梦了，梦中的人告诉我，对着画中人的眼睛对视3秒，就能穿到古代啊！可是我试了很多次都没成功。小姐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出去吧，不要影响我给别人治病。我真不是精神病，要不你试试，就对视3秒。是什么事啊？赶紧出去吧。你试试，就看一眼。搞什么？这 cosplay？ 父亲，小贼醒了！此人3更突然出现在我李府，此等着装更是见所未闻，不是贼人，也肯定是庞国的奸细。此人万不能留，请父亲处置。喂，赶紧给我解开，小心我告你们！你们谁啊？你们今天怎么竟遇到神经病？放肆！好大胆的小贼，竟敢在我李府喧闹！什么李府？你们是在拍戏？我可没同意出境啊！小心我告你们侵权！你闯我李府所谓何事？快从实招来！胆敢有一句假话，就别怪我用刑具招待你了。说什么胡话呢？你们此言何意？什么合意不合意的？玩呢？说人话，能不能说人话？我是医生，我不是演员。你们这是非法囚禁，知道吗？赶紧给我放开，快点！放肆！你究竟是何人？赶快从实招来！不是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让你给我放开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哼，小贼这嘴真硬啊，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三宝，在，少爷。给我好好治治他，尤其是他这张嘴。什么？还想打人啊？我告诉你，这可是法治社会，你碰我一下是……你们还真打！我要报警！你们给我等着！非法囚禁加故意伤害，你们完了！嘴巴里叽叽咕咕念叨啥呢？这个人真是太可疑了。怎么会？这道具有点逼真啊！这戏服，他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您试试，就看一眼。我穿越了。拿来，这是何物啊？这是什么药物？什么药物？那个，你们是哪朝的？
父亲，请看。少年，这是何物？为什么会发光？对，快说！还有，你究竟是谁？我要是说我穿越过来的，你们信吗？胡言乱语！何为穿越？你是不是西域派来我朝谈判的使者？我不是，我不是什么使者，你们相信我，我真的是穿越来的医生。父亲，依我看来，他定是敌国派来刺杀您的奸佞，万万不可留。什么不可留啊？我不是反贼，我也不是刺客，我是医生啊！你给我放开！我跟你好好解释解释，什么是穿越。既然如此，就不留了，以免出现祸乱。是，父亲。三毛，速速将他拉下去，按刺客处理，速速了结了他。是，少爷。什么？你们要杀了我？有话咱们好好说，没必要动刀动枪的吧？我李府能是你这种怪类撒野的地方？走吧。慢着，我是来自2023年的，不要杀我，我对你们很有用的。老爷，不好了！什么不好了？一惊一乍的，成何体统？小姐的病情又恶化了，现在已经命不久矣了。可有通知医馆来治？小姐病情严重，几位医官都束手无策，无人能治啊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小二，这个怪人就交给三宝处理吧，你随我前去。不要啊，李老爷，我有办法可以救小姐。什么？说什么？你有办法救晴儿？我是医生，求你让我去查看小姐的病情，我肯定能救。何为医生？医生就是大夫，治病救人的。我医药箱子都一块穿来了，不信你看。哼，休得胡言！你分明是将死当头，编造谎言。你再怎么看，也不像是大夫。求求你们给我一个机会，现在小姐不是命悬一线了吗？就死马当活马医了呗，说不定我真能治好。三宝，将此人速速押下去，就地正法。等一下，父亲，这是此人的诡计啊！你真的是大夫？当然，我真的能救小姐。如果我当真救不了，到时候你们一起处置我也来得及啊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救好了，许你良田100亩，黄金100两。可若是救不好，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没问题，成交。父亲，你不要听他胡言，这个怪人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，万一把晴儿给治坏了。现在晴儿已经无医可治了，不妨就让他试试，给他松绑，给他换身装扮和头饰。这种装扮简直不堪入目，出现在我李府，成何体统？孙大夫，我的晴儿怎么样了？李老爷，晴儿小姐已经病入膏肓了，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。要是治不好晴儿，我让你们陪葬！李老爷饶命，晴儿小姐病得太重，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。是啊，晴儿小姐得的是金疮镜顽疾，此为绝症啊！唉，那不就是破伤风吗？在古代算绝症，但是在现代算小病啊，打一针抗霉素就好了。都是废物！再给我想办法，要不然我现在就要你们的命！您要我们的命也没用啊，这个病从来就没有人医好过。李府还是先给晴儿小姐准备后事吧。准备什么后事啊？我还没有看呢。哪里来的狂妄之辈？少年，
你不是说你能治好晴儿的病吗？赶紧过来看看。老爷，怎可相信这等狂妄之辈啊！我说能治好，就一定治得好，又不是什么大病。笑话！你说什么大话呀？金疮镜几千年来都是绝症，根本就无人能医，根本就没人治得好。哼，那只是你觉得。晴儿小姐是不是近期出现外伤，且没有及时的救治？废话，金疮镜本就是外伤导致，不行医的人都知道，小姐这是腿部受伤而导致的金疮镜。好，那就好办，我能治好，而且是痊愈。还说大话呀！少爷，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儿，能治好已经是奇迹了，莫要再打诳语。老爷不必担心，我现在就去给晴儿小姐医治。小子，你要是治不好，把你千刀万剐！你们在这等着就行。哇，这古代的女孩子长得可真漂亮啊，真是倾国倾城啊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医治啊！哦，我现在就医治，别急。哼，我倒要开开眼，看看这金疮镜是怎么医治的。你不给小姐治病，拿出这东西是什么？给你说了你也不懂，我得要先给小姐诊断。住手！小子，你干嘛呢？我在给晴儿小姐诊断啊。什么诊断？分明是想把你的手伸进我妹妹的衣服里，行禽兽之事！哼，我看你根本就不是大夫，诊断都不把脉，拿这个怪物东西晃来晃去，哼，简直就是笑话！父亲，请您允准，儿子现在就把这个人给办了。唉，我真服了，没文化真可怕。你们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你们治不好，还打扰别人听诊，居心叵测吗？你敢污蔑我！小姐马上就要断气了，我有我的方法。难道你们想看着她死去吗？听明白，就麻烦安静一点。哼，真是笑话！我行医几十年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能诊断病情的。闭嘴，让他诊断。父亲，他一看就是要占便宜啊！闭嘴！晴儿小姐的情况是挺严重的。哼哼，知难而退了吧？什么知难而退？这就是个破伤风，小病而已。晴儿当真有救？当然，这就是伤口感染引起的破伤风。如何医治？我李府愿倾家荡产，无条件的配合你。不用那么夸张，我正好有带抗霉素和抗生素。这又是何物？这叫注射器，我等会儿把药物灌进去，扎到小姐体内。什么？这分明是想置晴儿于死地！对呀，治病哪有通过这个怪物将药物扎到人体内的道理？你们俩是真的烦，孤陋寡闻。在下通读上千本艺术古籍，也未曾见到如此行医之术。这病若是能治好，我愿自尽而亡。在下也愿立誓。你们都立誓，那我也立誓。我要是治不好，哪怕砍头、腰斩、凌迟都行。好，少年，晴儿就交给你了，按你的方法医治吧。还是老爷慧眼识珠啊！哼，小小年纪，不知天高地厚。那位小姐，你去把小姐的裤子扒了，我要给她打针。啊？啊什么啊？你快去啊！臭小子，忍你很久了。这还要扒小姐的衣服，简直羞杀老夫，无法无天。我是要把这我调制的药水通过小姐的臀部打进小姐的体内。什么？臀部？你还敢说？你打我干嘛？不仅要打你，还要杀了你！
够了，不要再胡闹了，让他治。父亲，妹妹临死之时，他还要羞辱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？给我放开他！父亲，按照他的方法医治，反正他在我们手里，要是治不好，他也活不成。那还不赶快把裤子扒了？老爷，去吧。是。简直不堪入目。已经好了。那个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少年使用的可是银针？什么银针？你说的不会是我手里的针管吧？我刚才说了，这个就是注射器，不是什么银针。现下已经没事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2个小时之内，晴儿小姐就会醒过来。哦，何为2个小时？就是1个时辰。那要是1个时辰还醒不过来怎么办呢？1个时辰醒不过来的话，那就2个时辰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我就给你2个时辰。若是2个时辰醒不过来的话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行，没有问题。我再给晴儿小姐挂个吊瓶。李老爷，冒昧的问一句，这位怪少爷是哪里人士？他用的这些东西明显不是我朝的呀。要是晴儿醒不过来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来自哪里，他都活不下去。啊，小子，马上可就1个时辰了。我妹妹要是醒不过来，你就完蛋了。你急什么？我不是说要2个时辰的吗？哼，不管是几个时辰，小姐都不可能会醒过来，这些都是糊弄人的把戏罢了。怎么？难不成你还盼望着小姐醒不过来？你这是强词夺理。醒了，小姐醒过来了。真的吗？小姐，慢点。晴儿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父亲，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晴儿这不是已经醒过来了吗？晴儿小姐明明已经病入膏肓，奄奄一息了呀！父亲，我现在觉得好多了。这不可能！金疮井是不可能被治愈的，绝不可能。你们2个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要是能治好，你们就自尽，是吧？不可能，定是你施展了妖术。诸位不要再争吵了。少年，我问你，晴儿能否痊愈啊？当然没问题。晴儿小姐这是小病，等我帮她消炎，再帮她处理伤口，然后再配合我调制的药，不出3天，晴儿小姐便可痊愈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呀！父亲，这位是？这是你的恩人呐。晴儿啊，是他把你从鬼门关给拉回来的。真是谢谢公子了。小事小事。少年，你该怎么称呼啊？免贵姓林，名子昂。来人呐！在。立即给林公子安排住所、衣物，还有我之前应允的良田100亩、黄金100两。是，老爷。真的给我？那当然，我李某人向来说一不二。父亲，晴儿她只是醒了，还没有痊愈呢。无妨，等痊愈之后，我还有重礼相谢。那就多谢李老爷了。我现在
就去调配晴儿小姐所需的药物。放心吧，3天之内，我保证晴儿小姐药到病除。李老爷，既然晴儿小姐已经醒了，那我等就先行告退了。等一下，现在就想走啊？刚才说好的赌注呢？什么赌注啊？怎么，现在和我装糊涂呢？什么赌注啊？你们自己说的。我要是能治好晴儿小姐，你们就自尽而亡，不认账了？少年，刚才都是我们口出狂言，万望少年见谅。是啊，我们是绝对没想到少年竟有如此神奇医术，实在是令我等感叹，真是佩服不已。哼，光佩服就完了？赌注呢？我们2位医官，既然赌输了，就该信守承诺，愿赌服输。林老爷饶命，林公子饶命啊！林公子，你治好了我的女儿。林公子，我今天就给你做主，如果你想要他们的命，我随时取。林公子饶命啊！是我们有眼无珠。谢林大夫不杀之恩，还不快滚！是。哼，2个狂妄之辈。林公子，刚刚是我有眼无珠，冲撞了公子，只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对晴儿如何用药啊。这个给小姐服用就行了。三宝，快给小姐熬制。不用熬，直接服用就行。1天3次，一次吃2个。林大夫用药如此神奇，真乃神医。我一个穿越过来的小医生，没想到到了这里还成了神医。李老爷过奖了。哦，对了，之前答应过我的黄金100两，什么时候给我啊？林公子可随时取，不过老夫还有个不情之请，老夫恳请。老爷不妨说来听听。老夫恳请林公子留在我们李家，老夫可以向朝廷申请您为5品医官。5品？没想到我在21世纪里混得平平庸庸，到这里就成神医了。那我拥有21世纪的思维，在这里岂不是要混得风生水起啊？好，我答应你留在李府。父亲，您当真要对这个什么林子昂委以重任？当然，年纪轻轻医术就远超朝廷2品医官，可见林公子是有本事的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可是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不太对劲。你看他的装扮，根本就不是本朝中人。您插在朝中身居要职，我担心他是别国的奸细啊。我儿言之有理，此人不可全访，也不可不访，多加小心便是。是。林公子现在何处啊？在给晴儿看病。龌龊，无耻！晴儿小姐，我跟你解释过了，我是在为你诊断病情啊。你把这东西塞到我衣物里，是诊断病情吗？我看你分明是……是什么？明明是想行龌龊之事，玷污我。行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你这么想我，也没有办法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你的病是谁给你治好的？要不是我，你现在啊，都见阎王爷了。你是哪里的医官？为何你的治疗手法我从未见过？我要是说我是几百年后的医官，你会相信吗？啊，这件事1、2句话说不清楚，说了你也不会相信。总之，现在我已经答应你爸。我爸？哦，就是你父亲，目前留在你们李府了。既然是你真的是医官，那你治病的方法怎么和其他医官完全不一样？
不仅仅是治病，我有好多地方都和你们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。啊，不懂。也难怪，这种事情放在谁的身上，谁都不会相信的。对了，晴儿小姐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你有什么问题？你结婚了吗？晴儿，赶紧去前厅，赵公子到了。啊？什么赵公子？就是今年的新科状元，今天过来向你提亲啊。我说了，我不愿嫁给赵公子。婚姻之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不是你一个小女子能够做主的。李少爷这话可就是说错了。这种婚姻大事，我觉得当事人是可以自己做主的。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医官，我们李府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。况且现在晴儿已经好了，你就不要整天待在我妹妹的房间了。即便如此，你们也应该尊重晴儿小姐的意愿。住口！你胆敢再多嘴，就赏你10个大板！哥，行了，赵公子和父亲都在正堂等着呢，你收拾收拾，赶紧过去。你哥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你那个赵公子我见过，虽说是当朝状元，但是我不喜欢，我不想嫁给他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啊？你当真能把我的婚事给退了？当然，我自有办法，你只需要相信我。可是这婚事是我父亲定下的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听我的就行了。啊？我保证让什么赵公子灰头土脸的滚蛋。赵公子稍安勿躁，小女马上就到。不急，无妨无妨。晴儿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晴儿小姐，可否还记得赵某？父亲，晴儿来给您请安。晴儿啊，赵公子你之前也见过，他对你可是爱慕的很啊。是啊，听闻晴儿小姐重病，在下担心的夜不能寐。有劳赵公子担心了。现在晴儿小姐能痊愈，真是可喜可贺啊。有劳赵公子担心了。现在晴儿小姐能痊愈，真是可喜可贺啊。幸亏是林大夫救了小女一命啊。改日我一定好好感激林大夫。改什么日呢？哦，您是？我就在这儿呢，要感激就赶紧感激吧。所以您是？哦，这位就是我说的林大夫。哦，哈哈，林大夫，医术超神呐。切，还以为会给我赏钱呢。林大夫，你可以下去了，我们有家事要商量，不太方便有外人在场。不，林大夫是我请来的。啊，是晴儿邀请的客人呢。可是晴儿，今天的事确实不方便有外人在场，送客吧。不要，林大夫是我重要的客人。赵公子，你也是外人啊？休得无礼！行了，都不要吵了。林大夫也是我们李府的人，就在这待着吧。啊，李大人，那我们就开始谈正事了。这是晚生准备的聘礼，想向晴儿小姐提亲，还请李大人成全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……父亲啊，怎么了，晴儿？我不愿嫁给赵公子。放肆！你本不该打断上卿讲话，现在还出言不讳，你可知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？赵公子贵为当朝状元，现在在朝中又身居要职。晴儿小姐对在下是有什么误解？哈哈，怎么会呢？这可是门当户对的好姻缘。可是父亲，我并不喜欢他。婚嫁乃父母之命，
由不得你儿女情长。晴儿小姐，你与我成亲之后，我定当全心全意待你。不是这样的。况且，我的才华在朝中无人能及，除了我，没人能配得上你。谁说你的才华无人能及啊？怎么，你敢质疑我吗？林大夫，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我本来没想说话，就是听到赵公子说他的才华无人能及，我不服气。林大夫，你有超强的医术，我知道，但是论起才华，你可能有所不知。赵公子无论在歌词诗赋，还是算术算账方面，在我朝都是首屈一指。是啊，晴儿，你就嫁给我吧。是吗？这样的话，我倒想和赵公子比试比试才华。什么？你想跟我比试才华？就凭你，真是不自量力。正是。怎么，你不敢吗？难道你怕了吗？非也非也，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敢跟我比试，真是头一回见到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人。林大夫，你就别凑什么热闹了，少在这多管闲事，快点滚出去！怎么每次都有你的事，李公子？赵公子是不会和你这种无名鼠辈比试的。与你这样的大夫比试才华，简直是对我赵某人的极大侮辱。赵公子莫不是不敢和林大夫比试吧？难道你真的这么害怕输给他吗？什么？你说赵某不敢同一个大夫比试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。还是说，赵公子自认是那不敢见人的骡子？好，激将成功了。行，那我就同你这个大夫比试一番。我就不信，我堂堂一个状元，还能输你个大夫不成？既然比试，那就要有点赌注才有意思。这样吧，输了的人必须接受惩罚。当然可以，你尽管说出来，你想要什么样的惩罚？反正最终输的人肯定是你。要是我输了，我愿自断一臂，并且愿做赵公子身边的牛马。林大夫，这赌的也太大了吧？还有，如果我输了，我会服从你所有的命令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绝不反抗，任凭赵公子差遣。林大夫，你可是没有胜算的，这不是自取灭亡吗？你可知你这些话的后果？真是口出狂言。好啊，真是太有意思了，我就等着看你如何兑现诺言。是吗？赵公子，咱们还是先看看谁会笑到最后吧。林大夫，万万不可！不，李大人，他既然愿意比，我必然奉陪到底。正好让晴儿小姐亲眼见识一下我的才华。我才不稀罕看呢。那么，赵公子，倘若阁下败北，又当如何？我告诉你，不论比试何物，无论何种方式，本公子绝无败绩。我问的是，倘若你输了，又当如何自处？若是我输了，任你处置。行，你要是输了，我仅有一个要求。啊？什么要求？我倒是很想听听。此生休得再骚扰晴儿小姐，永世不得踏入李府半步，更莫提迎娶晴儿之事。原来如此，竟是这般要求。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竟敢如此对赵公子出言不逊。怎么样，赵公子可否答应？行，你说吧，你想比试什么？方才听闻李老爷言道，赵公子在算术算账方面颇为精通。赵某确实在这方面颇有造诣，这不过是本人的一点小消遣罢了。那就最简单的，李府随便拿出记本账本来，
我们可以借助任何工具，谁能最快且准确无误地算出账本总和，就算谁赢。这样更好。真是有趣，林大夫当真这般不自量力。林大夫，三思啊，莫逞口舌之快，快点道歉吧，老夫替你说情。你可知我曾经一个算盘3天时间算出国库所有存银，并且分毫不差。这下我就放心了，还怕你实力太弱，让我胜之不武。林大夫，真的没问题吗？跟我比这个，你这是在自寻死路，还敢在这夸夸其谈？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，胜负未定，别太早下结论。简直是不自量力！赵公子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林大夫，我敬你是神医，再三相劝，请您务必再听我一言。老夫最后再奉劝你一次，此事需深思熟虑。你若是输了，必是恐难收场，就莫指望老夫相助了。听见没？要么你现在跟我道歉，我饶你一次，然后赶紧滚出去，别在这儿耽误我谈亲事。赵公子打的算盘我可是见过的，别说能赢他，就连接近他的人都寥寥无几。好啊，那让我也见识见识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比试时最好拿出真本事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场较量只会让你成为全场的笑柄。哎，林大夫啊，你这是自断性命，自取其辱啊！你管他干嘛？他要找死就让他找死好了。林公子，你可有把握？尽管放心好了，晴儿小姐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去取算盘。我不需要算盘。你说什么？不用算盘？林公子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我没听错吧？算账你不用算盘，你想用什么？山人自有妙计，我有自己的工具。那你就把你的工具拿出来，我们长长眼啊！好，就让你们开开眼。怎么又是这个破东西？哦，不知这是何物，为何会发光？没见过吧？你是和赵公子比试算账的，不是让你来这里展示妖物的。没错，我就是要用这个东西算账。赵公子，若是现在怕了，还来得及反悔。简直是笑话！我岂会怕你手中这个东西？这个东西要能算账，那要算盘何用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开始吧。好，那就开始。来人啊，去取账本来。既然你们要比试，那就开始。这是李府最近几个月的流水账单，你们桌子上的2摞一模一样。你们谁能最快的时间算出一个总和，就算谁赢。为了公平起见，答案我已经提前写到纸条里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下官已然准备完毕，随时可以开始。我也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好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林大夫，赵公子都开始了，你怎么还无动于衷啊？就算比不过他，你也不能放弃啊！我的婚姻和你的生死都在你手里呢。没事儿，一切都在我掌控之内。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好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开始算。雕虫小技。哎，林公子，若是算不过来了，就当面致歉，我还可以原谅你。小二，林大夫使用的能发光的物体，你可曾在史书里面见到过，或者听到过？父亲，此等妖物孩儿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那又为何能发光呢？定是此妖物被他在里面装了蜡烛，才会发光。
这都是骗人的把戏，都是蒙蔽你我的雕虫小技。我倒是觉得此物并非寻常。你看，林大夫的速度已经快于赵公子了。当快有什么用？要算得准才行。好了，林老爷，这些账本我都算完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竟然这么快？啊！居然算完了！哦，太好了，小姐！啊，太好了，小姐！是林公子先算完的。林公子，这么多的账本，你短短不到半个时辰就算完了？那是当然，区区几摞账本，不足挂齿。你这定然是胡乱为之，他算的不可能对。林公子啊，你算的答案是多少？不妨拿出来，和我父亲先前写下的答案做比对。可以，听好了，分别黄金283两2钱，白银4758两，粮食13758斤6两。啊，这林公子真乃神人啊！居然和我写下的答案一字不差。这绝对不可能！啊，居然真的一字不差！怎么样，赵公子，现在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了吧？定是你手中这会发光的妖物作怪，否则仅凭你一个小小的医官，怎么可能赢过我？哎，赵公子这是做什么？我这个东西可不是你能看得懂的。赵公子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你不会不认账吧？赵公子身为朝中之人，更要愿赌服输。看来小女跟你无缘啊。李大人，下官不服气。他之所以能赢，都是因为他作弊。要不是他手中这个妖物，他不可能赢我。比赛前可说了，可以用任何工具，你可不要耍赖。要么就是你们串通一气，提前告诉了他答案。怎么，你这是在怀疑我？下官不敢，下官只是合理的猜测。哦，赵公子不服是吧？不服好说。哦，赵公子不服是吧？不服好说。你不是说你的诗词歌赋也是天下一绝吗？不如我们就再比一场你的强项，诗词歌赋。哈哈，比诗词歌赋，那好啊。林公子，你已经赢了，没必要再跟他比试了。我觉得如果林公子真有本事，那就不怕再比一把。林公子，如果这把你还能赢，那我不仅折服，而且我愿恳请父亲把我妹妹许配给你。哼，李少爷说的可是真的？哥，你怎么……李老爷，你也听到了方才李少爷说的事情，他可能做主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如他所说，若你真的能赢过赵公子，就证明你的才华比当今状元还要高，把晴儿许配给你，我也放心。啊，父亲！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这次你可不能再反悔了。父亲，你们怎么能把我当做赌注呢？怎么？难道我赢了，你不高兴吗？这次可说好，你不能借助你那个会发光的妖物。放心，这次就算不使用我手中之物，诗词歌赋而已，光动动嘴就行。好，看你这次怎么赢我。哼，我熟背唐诗300首，个个都是传颂千古的经典诗句，害怕打败不了你一个区区小状元？哼，凭你，那不是轻而易举吗？为公平起见，请李大人出。我出题可以，我也不会偏袒任何一方。这次如果输了，那就是输了，不得狡辩。没问题。哼，反正他是不可能赢得了我的。好，今日正好是月圆之日，那我的题目
就是以月亮为题，即兴吟一首诗，谁更快更好，谁就能获胜。哦，以月亮为题，那不多了去了吗？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，那不吊打了吗？没问题，以月亮为题，李大人，下官只需要1炷香的时间，就能吟出一首绝句。好，赵公子果然是才艺不凡。林公子，你呢？我1炷香肯定是不行。哈哈哈哈哈！知难而退了吧？我就说你比不过他。那林公子大概需要几炷香的时间呢？就怕给他几个时辰，他也做不出来诗句。这吟诗讲究平仄对称，讲究寓意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出好诗的。我只需要半炷香不到的时间，就能吟出前无古人的空前诗句。半炷香，还前无古人的空前诗词，你疯了吗？林公子说话真是太搞笑了。你就别笑了，你再笑，你的1炷香时间又过去了。好，那就开始。三宝，点香。是。林公子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还不动笔？哦，我好了。你好什么好？你一个字都没有写，就口出狂言。哎，你别着急啊，李少爷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好，那就请林公子吟来。哼，定是污言秽语，不堪入耳之词。我做的以月亮为题的诗词名叫《水调歌头》。水调歌头，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过如此，还以为你能做出什么好诗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啊！他竟能做出如此诗句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时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赵公子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到底是何人？林公子，我从小便读诗书，也未曾读过如此美妙诗句，而这首词竟然是您片刻之间想出的，真是奇人啊！苏轼流传1000年的古词，当然美妙了。小小的一篇诗词，竟对话苍穹，相邀明月，把内心的孤独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且巧妙形容人生如白驹过隙，转瞬即逝，将万物的遗憾描绘得如此动人。此乃千古绝唱，人间佳作。多谢李老爷夸奖，这只不过是我随口一吟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真没想到这世上竟有林大夫这等神人，能创造出此等佳作，真是不可思议呀！李老爷过奖了，那您答应我的，把秦二小姐许配给我，别忘了就行。作弊！他一定是作弊！不可能有人这么短的时间吟出这么精彩绝伦的诗词。啊，赵公子，这是又犯病了？赵公子，莫要再胡搅蛮缠了，你再这样下去，老夫也帮不了你了。李大人，下官还要再与他比试。请回吧，慢走不送。但是他，也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吗？赵公子，请回吧。
下官告辞。你到底是何人？我马上就要成为你们李家的女婿了。谁说我要嫁给你们？讨厌！哎，晴儿小姐，你怎么走了？林大夫，您当真对小女有爱慕之情？爱慕啊，当然爱慕。你说了，我要是赢了，你就把晴儿小姐许配给我。你有资格娶我妹妹吗？你不过是一个医官而已，还是我父亲封的医官。小儿住口！既然我李家答应的事儿，就要言而有信，说到做到。爱慕啊，当然爱慕。你说了，我要是赢了，你就把晴儿小姐许配给我的。你有资格娶我妹妹吗？你不过是一个医官而已，还是我父亲封的医官。小儿住口！既然我李家答应的事儿，就要言而有信，说到做到。我做主，把晴儿许给林大夫。哎呀，小婿就在这里先谢过岳父了。小姐，你这下倒好，放着堂堂状元郎不嫁，现在却要嫁给一个医官。你懂什么？那状元郎有什么好的？我还看不上呢。况且这医官的才华明显远在那状元郎之上。小姐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这个医官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才不喜欢他呢。嘿，小姐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吧。不过小姐，我和你说，这个医官林公子可神奇了。在你昏迷的时候，好几个3品以上的医官都束手无策。这个林大夫突然出来，他当时穿的衣服还有头发，简直是不堪入目。他竟然用一个什么像银针的一个管子扎进了你的臀部，然后小姐，不到1个时辰你就醒了呢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竟然碰了我的臀部？是呀，小姐，那个药管非常神奇，几位医官都看傻了。哼，这个无耻之徒！怎么了，小姐？我见了他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但是小姐，他救了你的命呀。那也不行。谁？晴儿小姐。是你？你在门口偷偷摸摸的干嘛？我是刚好路过，就过来看看。这林公子还真是能说会道。小婉，你先出去吧，我和林公子有话要说。是，小姐。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帮我解了围。嗨，谢什么谢？都是一家人了。你爸，不，你父亲也答应我了，要把你许配给我，成你们李家的赘婿，择日成婚。我还没答应呢。那你现在说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没说话，那就是默认了。谁默认了？我才没有呢。哦，对了，你的病还没有痊愈，还需要进一步治疗。又是这个箱子。你需要怎么治疗？和上次一样，把听诊器放在你的胸前，听一下你的心率，才能判断你的病情。听他所说，难道上次真的是我误会他了？他并非是想占我便宜。那好吧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！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呢？你要是胆敢对我妹妹做出什么出格之事，我剥了你！没有，哥，林大夫是在给我治病，并未做出什么出格之事。谅你也不敢。林大夫，父亲让你去一趟书房，他有要事要与你相商。晴儿小姐，你父亲肯定是找我商量婚嫁事宜的。啊！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呢？你要是胆敢对我妹妹做出什么出格之事，我剥了你！没有，哥，林大夫是在给我治病，并未做出什么出格之事。谅你也不敢。
林大夫，父亲让你去一趟书房，他有要事要与你相商。晴儿小姐，你父亲肯定是找我商量婚嫁事宜的，我现在就过去。那你去吧。在这之前，我要送你一份定情信物。什么定情信物？喏，你看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就是我从现代和药香一起带来的手机，就是利用它，我才能赢得过赵公子的。这到底是什么啊？那为何现在又不能发光了呢？可惜现在已经没电了，不会发光了。这到底是何物啊？说了你也不懂，你就留着吧，反正我也回不去了，就送给你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送个礼物给你吧。什么礼物？这是我从小戴在身上的玉佩，现在送给你。哦，看来晴儿小姐是真的喜欢上我了。你到底要不要？我当然要了，这可是我未来娘子的一番心意，怎有不要之理？放心吧，我定会收好。现在我就去找我岳父去，走了。他人其实不错的。不知李老爷找我所为何事？李老爷，不，岳父大人，小婿来了。你先坐吧。岳父大人今日看起来心绪不佳啊。少说废话，你知道今日叫你过来所为何事吗？李老爷说的可是我和晴儿的婚事，我愿意做李家的赘婿，为李家效劳。林公子，初见你时见你穿着就与本朝中人不同，我也知道你并非凡人，一定有着骇人的身世。您都知道了。可是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既然娶了晴儿，就要对晴儿负责到底，不可辜负了晴儿。这您放心，我说对晴儿好，就会对她好一辈子，绝对不会辜负了她。你有此态度很好，看来我也能将晴儿托付给你，但你以后最多只能纳3个小妾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不，够了，3个足够了。我再和你郑重的说一次，你要是敢欺负了晴儿，我定将你碎尸万段。明白，您想怎么万段，就怎么万段。你可知道我是谁？在朝中身居何位？您是2品大员？我是当朝宰相，也是国舅。什么？也就是说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我捏死你，就跟捏死蚂蚁一样简单。你是国舅，就是皇上的舅。当然。那我娶了晴儿的话，我就和皇上成了老表了。此言何意啊？没事，我自言自语的，挺好。岳父大人，我和晴儿的婚期定在哪一天啊？3日之后正好是黄道吉日，就定在那一天。3日之后，这么快？另外，你既然做了我李家的赘婿，我再送你一件礼物当做彩礼。什么礼物啊？你看，就是这个。此物是我传家之宝，价值连城，意义重大，你要好好保管。
现在我把它送于你。岳父大人放心，此物我定当好好保管。太好了，这宝玉看着就很值钱。谢过岳父大人。哎，岳父大人，此画为何用布遮住啊？哦，这幅画是一位高人送我的，一般不对外展示。你既然是我的女婿，那我就给你看看。那我得看看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画，竟能不对外人展示？竟然是岳父大人，这幅画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怎么样，是幅佳作吧？这不是和之前来看诊的女子给我看的画一样吗？画我都带来了，林医生。啊，这幅画，你是不是挂错科了？精神科在楼上。我没有神经病，昨天我还做梦了。有人告诉我说，对着画中人的眼睛，对视3秒，就能穿到古代。我记得我就是看了这幅画，然后来到这里的。原来是一场梦吗？不对，这不是梦，真的。这个玉佩，这不是李老爷送我的玉佩吗？原来是一场梦吗？不对，这不是梦，是真的。这个玉佩，这不是李老爷送我的玉佩吗？这是晴儿送我的定情信物。好痛！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发生过的？这不是梦？晴儿，我的晴儿！林子昂还没找到吗？找不到啊，能找的地方都找了，林子昂就跟消失了一样。啊，林子昂，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？电话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。你这穿的什么衣服？林医生，你拍戏去了？你是说我这几天失踪了？你们到处都找不到我？装什么糊涂你？害得我们找你好几天。你看看你现在穿的衣服像什么样子？就算你去拍戏，你能不能请个假给我们说一声？不要莫名其妙而失踪，行不行？院长，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你还在这里狡辩？你知不知道这几天大家有多担心你？你现在就说，你这几天到底干什么去了？院长，我要是说我穿越了，你们相信吗？什么？
不要莫名其妙而失踪，行不行？院长，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你还在这里狡辩？你知不知道这几天大家有多担心你？你现在就说，你这几天到底干什么去了？院长，我要是说我穿越了，你们相信吗？什么？林医生，你还真去拍戏去了？我没有去拍戏，我就是单纯的穿越了。刚才来了一位姑娘看诊，接着她就和我说，她得到了一幅画，说是盯着画的眼睛看3秒就可以穿越。然后她就一定要给我看，我就直接穿越到了古代皇上的舅舅家，还是当朝宰相。他说还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我。你们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林医生啊，你是不是受到了什么打击了？还是被人绑架了，现在神志不清了？院长，我没有，我现在神志非常清醒，而且我的衣服你又不是没有看到。哦，还有这个玉佩，都是国舅送我的彩礼。院长，要不把林大夫送到精神科去看看？我没有精神病。算了，我说了你们也不信，我也不解释了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我只知道3日之后是我和秦二成亲的日子。对了，院长，之前来看诊的姑娘还能找得到吗？那幅画再让我看一下，让我穿越回去啊！秦二还在等着我呢。你正常一点，林医生。你当真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算了，我说了你们也不信，我也不解释了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我只知道3日之后是我和秦二成亲的日子。对了，院长，之前来看诊的姑娘还能找得到吗？那幅画再让我看一下，让我穿越回去啊！秦二还在等着我呢。你正常一点，林医生。你当真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你和你老婆的结婚纪念日啊！你老婆刚刚还打电话找你呢。啊？我还有老婆？哦，对啊，我还有老婆，我怎么穿越过去，老婆一点都想不起来呢？林医生，你没事吧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今天放你1天假，赶紧回去吧。你老婆肯定更着急。记得换身衣服。你看看你现在穿的什么玩意儿？我还有老婆，那秦二怎么办？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穿回到古代，唯独没有我老婆的任何记忆啊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先回家再说吧。我老婆等着我呢，就当是个梦吧。这玉佩，还是先收好吧。宝贝儿，我都想死你了。死鬼，你说的话我才不信呢。这几天你也不来看我。我不是担心那个废物在家吗？不用担心了，他这几天都失踪了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他失踪了，那是好事儿啊。他走之前没给你发消息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说就不见了。他该不会是死外面了吧？他死了最好，我还巴不得让他死在外面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2个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。宝贝儿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吧。你真讨厌。消失了这么多天，小希一定很着急。
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，子昂，啊！给我住口！小溪，原来你刚才给院长打电话是这个意思，原来是在打探我到底失踪没失踪，好让你和奸夫偷情。那又怎么样？既然你撞见了，那我们就说开了。林子昂，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，你怎么配得上我呀？就是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就是个废物。你给我住口！你个废物，你还想打我？啊，林子昂，你怎么现在回来了？这几天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只不过是消失几天，你就给我戴了绿帽子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林子昂，你怎么现在回来了？这几天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只不过是消失几天，你就给我戴了绿帽子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还有，既然你已经撞见了，那我们就把话说开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和陈东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林子昂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？一个小医生，一个月赚个几千块钱，你凭什么让我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啊？就是，这分明是废物一个。你赚这点钱，拿什么养我？你再看看人家陈公子就不一样了。陈公子拥有千万资产，你比得起吗你？臭屌丝！你废物啊！小溪嫁给你简直就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难道我们这些年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哎呀，你幼稚不幼稚啊？现在谁和你谈感情？我现在只谈钱。既然你撞见了，那我们就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离婚？你没听清楚吗？看来不仅是个废物，还是个聋子。小溪说要和你离婚呢，离婚，听见了吗，废物啊！你快点签字离了婚，我好和陈公子结婚呢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啊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快点签字离了婚，我好和陈公子结婚呢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啊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什么？你和小溪结婚的这几年，小溪也没让你碰过吧？哼，当初要不是为了他这座房子，我才不会跟他结婚呢。我怎么可能让他碰我？我这属于你呀，陈公子。你们怎么？你握着拳头，你还想打人呐？你有这个本事吗你？废物！陈东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我就欺负你了，又怎么样呢？啊！你这个废物还真敢动手！放手！滚吧，废物！哼，想跟我动手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哼，果然，废物就是废物。林子，你自己看看，你拿什么让我对你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啊？你们不仅没人家有钱，打架也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切，真是丢死人了！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。你不会放过我们？那你也得有本事才行啊！宝贝儿，我们去酒店吧。
酒店都比这个破房子好多了，还能放得开。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。你不会放过我们？那你也得有本事才行啊。宝贝儿，我们去酒店吧。酒店都比这个破房子好多了，还能放得开。今天我非得好好治治你这个小妖精。真是讨厌。好好好，都听你的，我们就去酒店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治我的。啊，对了，既然要离婚了，你就赶紧收拾收拾搬出去住吧。这房子可是我的名字，你只能净身出户。那就限你明天之前搬走吧。我们走吧，宝贝儿。小希，陈东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啊，这2块玉佩，我记得李老爷说过，这块玉佩价值连城。没错，小希，一定会让你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。不错，真不错，就是还差点意思。小叔，子昂，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小叔，我这里有一个宝贝，你收不收？宝贝？你上哪儿弄什么宝贝啊？小叔，你相信我，这真的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。小叔，我这里有一个宝贝，你收不收？宝贝？你上哪儿弄什么宝贝啊？小叔，你相信我，这真的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。那你拿出来让我看看，是什么宝贝能价值连城？小叔，你看。什么？子昂，你怎么会有这种宝贝？这宝贝确实是世界难见，玉中极品啊！子昂，你告诉小叔，这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？怎么样，小叔，这个玉佩还不错吧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小叔怎么不说话了？这可是正经的汗血和田羊脂玉啊！这块玉可是极为罕见，是古董界的天花板，与何氏璧齐名。这块玉是不是老值钱了？小叔，以我几十年的古董经验，这块玉的价值不可估量，是极为少见的珍品。小叔，那它到底值多少钱啊？至少是这个数。什么？居然值500万？那是5000万？至少值5个亿。什么？5个亿？你说这个东西值5个亿？小叔，你没看错吧？我做这行做了几十年，从来没有看走过眼。小叔，你要是帮我卖出去，我只要5个亿，剩下不管多少都是你的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且值5个亿，小叔，你没看错吧？我做这行做了几十年，从来没有看走过眼。小叔，你要是帮我卖出去，我只要5个亿，剩下不管多少都是你的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，我今天就能帮你卖出去。5个亿啊！5个亿，这真的跟做梦一样啊！这个玉佩居然能卖这么多！不，这不是梦，这是真的。这东西这么贵重，你在哪儿弄到的？不会是你偷来的吧？小叔，怎么来的你就不用管了，总之肯定是干净的。
幸亏我有个做古董生意的小叔，不然就差点50万卖给别人了。不应该啊，你不应该有这种东西啊！你是从哪挖出来的吧？你不用管，你帮我卖了就行了，我给你分钱。行，你等着吧。谢了，小叔，我等你消息。哎，子昂，等一下，先别走。啊？怎么了，小叔？我看你脖子上挂的这个玉佩也非同寻常啊。真的吗，小叔？那这个也劳烦您看一下，小叔。晶莹剔透，浑然天成，也是一块不错的好玉。不对呀，子昂啊，你和小叔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盗墓去了？小叔，你说什么呢？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这可是违法犯罪的。子昂啊，你和小叔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盗墓去了？小叔，你说什么呢？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这可是违法犯罪的。况且我一个医生，哪会盗什么墓？这些都是我一个朋友给我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也不对呀，你什么朋友能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？哎呀，小叔，你就别问了，总之来路干净就行了。那好吧，那这个玉佩你也给我，我给你一起卖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送个礼物给你吧。什么礼物？这是我从小戴在身上的玉佩，现在送给你。哎，不行，这个东西给多少钱都不卖。晴儿，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你。要是能让我再回去一次就好了。是他！哎，等下，你先别走，停下，再让我看一眼那个画，姑娘，姑娘。是小叔。喂，小叔，怎么了？子昂啊，你那块玉佩我成功帮你卖出去了。还有啊，你不要管我卖了多少钱，我给你转5个亿过去了啊。喂，小叔，怎么了？子昂啊，你那块玉佩我成功帮你卖出去了。还有啊，你不要管我卖了多少钱，我给你转5个亿过去了啊。真的吗？小叔，真的卖了5个亿？小叔，你真的是太给力了。好，没事，我先挂了。5个亿我给你转过去了，你查收一下啊。真没想到，居然这么快就卖出去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也是一个有钱人了。啊？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林子昂吗？哟，原来是你这个废物呀！这么巧在这儿遇到你。你小子在这张牙舞爪的干什么呢？难道是受到刺激精神分裂了？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，在这里到处狂言。你不要在这里和我废话连篇的，我让你从房子里搬出去，你搬出去了没有啊？啊？你让我搬，我就搬啊。你这个废物居然敢这么和我说话！我告诉你，废物，你今天是搬也得搬，不搬也得搬，不然我就报警，告你非法闯入。哼！还有，今天下午我们就去离婚，你要是敢不去，我要你好看。离婚可以，但是以后你可不要后悔。 你说什么？我会后悔？
林子昂，以前我怎么没发现？原来你这么有喜剧天赋啊！不去做小丑，真是可惜了。林子昂，以前我怎么没发现？原来你这么有喜剧天赋啊！不去做小丑，真是可惜了。我和你离婚要是会后悔，那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废物，我看你可怜，给你个机会，来我公司当看门狗吧。你每天只需要见到我的时候就汪汪叫两声，我一个月给你1万块钱，怎么样啊？你们觉得很好笑吗？林子昂，陈东这是在给你机会，你别抓不住机会呀。1万块钱可比你现在当医生赚的多多了。你别不识好歹，我这还是看在我们曾经是老同学的份上，给你个机会。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我现在有的是办法，让你马上破产。你最好现在收敛一点。啊？你说什么？让我破产？林子昂，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？能说出这种话？你要是有这个能耐，还至于被戴绿帽子吗？哼，你们就等着瞧吧。离婚可以，下午我就在民政局等着你。你最好不要迟到。行，算你有自知之明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们明天有个同学聚会，你要不要来参加呀？你别调侃他了，参加的同学都是非富即贵，就他这么个穷鬼，哼，过去丢人的嘛。林子昂，不会同学聚会都没人邀请你吧？林子昂，不会同学聚会都没人邀请你吧？哼，同学会我当然要去，你们等着就行了，不用在这里冷嘲热讽。啊？还真给你个鸡毛你就当令箭了？你还真想过去丢人啊？算了，他想去就让他去吧，看看他到时候是怎么出丑的。反正丢人的又不是我们。我们走吧，陈少，看见他就晦气。走吧，宝贝儿。臭屌丝，再见了。小溪，陈东，我们走着瞧。哟，你们几个都到了。哎呀，这不是陈总吗？你也来了。老同学聚会，我当然要来了。嘿，陈总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你们两个怎么走到一块儿了？小溪不是跟林子昂那小子结婚了吗？哦，你可别提那个废物了，早就想和他离婚了。要什么没什么的穷屌丝，怎么可能配得上我呢？嘿，没错，小溪以后就是我的女人了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真是恭喜恭喜呀！林子昂那个废物怎么配得上小溪呀？就是，你们两个才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嘛。什么时候举办婚礼，可得通知我一声。那是当然，林子昂那个废物怎么配得上小溪呀？就是，你们两个才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嘛。什么时候举办婚礼，可得通知我一声。那是当然。话说这次聚会，我通知了林子昂，等会儿不会尴尬吧？那有什么尴尬的？反正现在我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就是，我们同学里属林子昂混得最差，恐怕今天这场面他都不敢来吧？谁说我不敢来啊？哎，
林子昂来了！哼，你这个废物，居然还真敢来呀！哼，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我有什么不敢来的？你这还穿的人模狗样的，不知道还以为你是个大老板呢。哎，你这套衣服不会是租来的吧？啊？这就叫做装，毕竟在同学面前想显摆显摆，能理解。我说林子昂，你可千万当心点，别把衣服弄脏了，到时候退不回去，哎，那可就尴尬了。嘿，林子昂，我让你坐下了吗？我想坐就坐，这酒店又不是你家开的。你居然还敢犟嘴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顿饭我请，我花钱。你居然还敢犟嘴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顿饭我请，我花钱。我说不让你在这儿坐，你就不能坐。哎呀，还想着来混吃混喝呢，没门儿！这顿饭你能请，我也能请。你说什么？你也能请？林子昂，你最近怎么总是口出狂言啊？你买单。你知道这个酒店是什么消费水平吗？这顿饭值你几个月工资了。你请得起吗你？哎呀，我说林子昂啊，你是真敢说啊！你以为这里是你赌气的地方吗？陈总有1000万的身价，你有吗？我有5个亿的身价，够吗？你是不是刚刚离婚被刺激的精神都不正常了？哟，那你得去精神病院看看呀！你来参加什么聚会呢？算了算了，陈东，你就饶了他吧，毕竟大家都是同学。子昂，既然来了就坐下吧。当然也不能让陈总请客，我们 AA 吧。就算是 AA， 林子昂他也掏不起啊！这一顿饭得多贵呀！真是瞎凑热闹，没钱硬装。这样，陈东说他要请客，我也要请。这顿饭就我和陈东2个请，行吧？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们俩平分。林子昂，你疯了吗？你有那个实力吗？是啊，子昂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快餐，不要逞强。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我和陈东，我们俩请。林子昂，你疯了吗？你有那个实力吗？是啊，子昂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快餐，不要逞强。我说的已经很清楚，我和陈东，我们俩请。不知道陈东有没有这个魄力啊？你要笑死我吗？哎，行，既然你说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大家随便点，往贵了点，也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自不量力。真是笑死了！你一个臭屌丝也能和我们家陈东比？我们花个几万块钱就跟喝水一样，你个废物花几万块钱，恐怕得你1年的工资吧？废什么话！服务员，点菜。先生您好，这是菜单。服务员，这菜单我就不看了，这本菜单上所有的菜一样一份儿，所有的我全都要。先生，您确定都要吗？菜单上所有的菜都点一遍，差不多要10万块钱。可以的，没问题，10万就10万嘛，我有的是钱。可是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啊，要不别点这么多了吧？必须点这么多，这小子不是爱逞能吗？
今天我就要给他个教训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酒，要5000块一瓶的，每人1瓶。哎呀，陈总豪横啊！就怕这顿饭下来，这小子裤衩子都穿不上了。逞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哎呀，陈总豪横啊！就怕这顿饭下来，这小子裤衩子都穿不上了。逞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哼，既然要请吃饭，这些东西是不是太寒酸了？我看还远远不够吧。啊？什么？你说远远不够？我没听错吧？既然请大家吃饭，那就要吃得好一点吧。我来点吧。服务员，你们这里最贵的菜是什么？我们这里鱼子酱最贵，要3万块钱一份。哦，行，就这个鱼子酱，每个人来3份。先生，您确定吗？当然确定。想不到啊，林嫂，你还真有意思。以为这样爽一下，我们就能高看你一眼是吗？一会儿余额不够，丢人的还是你。哼，废什么话？是不是我丢人？一会儿自有分晓。你等着吃大餐就是了。小子，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，如果卡里真有这么多钱，我就跪下来给你磕头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一会儿可不要反悔。同学们都可以做个见证。真是搞不懂，世界上居然还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不闭嘴！你还好意思跟我提不要脸？看看你自己干的事，到底是谁不要脸？哼！是羞耻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一会儿可不要反悔。同学们都可以做个见证。哼，真是搞不懂，世界上居然还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不闭嘴！你还好意思跟我提不要脸？你看看你自己干的事，到底是谁不要脸？哼！不知羞耻，不守妇道。够了，住嘴，林子昂！我看你真是越来越放肆了，林子昂，竟敢骂我的女人，你是不想活了吗？找死的人是你吗？今天是个聚会的日子，我不想见血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让你没有好果子吃。陈总想捏死你，就跟捏死个蚂蚁一样。你快给陈总道歉。过了今天，你的陈总恐怕要去要饭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两位先生好。先生，这是2位的卡。怎么样？他的卡里是不是余额不足？先生，2张卡里的余额都是足的，都扣了210万。你说什么？已经扣完款了，现在已经在给各位准备美食了，请各位稍等。怎么了，陈东？你怎么不说话？不会是心疼你的200万吧？你一个穷屌丝，哪来的200万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平常连2万都拿不出来，怎么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？啊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平常连2万都拿不出来，怎么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？这区区200万对于我来说，不过是9牛一毛。但是据我所知，这200万已经几乎是陈总的全部现金流了吧？你这一顿饭竟然敢吃老子200多万！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急了？区区几百万的大餐，陈总不会吃不起吧？林子昂，
你给我等着！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吧？你是什么意思？就是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林子昂？我实话告诉你，你公司所有的订单已经被我截胡了，还有你公司所有的员工也都跑我这儿来了。你现在离破产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这么大的公司是你能掌控的？不仅如此，你的合作伙伴全都没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公司不能按期完成合同订单，要面临巨额的赔偿。你在放什么屁？你不仅要破产，你还等着要饭去。哼，你在痴人说梦呢。没事，陈总，你应该很快就能够收到消息。喂，老板，不好了！什么不好了？快说！老板，今天公司的所有员工都走了。喂，老板，不好了！什么不好了？快说！老板，今天公司的所有员工都走了，并且所有合作方要与我们终止合作，我们要破产了。啊？什么？出来，我们将要面临几千万的赔偿啊！怎么样，陈东？我没说错吧？你陈东，你没事吧？陈总没事吧？需要我帮你拨打120吗？啊？子昂，等等！哟，是你啊！你走得好快啊，子昂，害得人家都追不上你。你追我做什么？你现在不是应该陪着那个狗男人去医院吗？子昂，我觉得我有必要和你解释一下，其实是你误会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误会了？我误会什么了？其实我和陈东没什么，我其实是被他骗了。我真想不到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厚颜无耻的人。小希，真是看清你了。你说你被他骗了，哼，你倒成受害者了。对啊，没错。你说你被他骗了，哼，你倒成受害者了。对啊，没错，我是受害者。而且子昂，我想了想，我们不能离婚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们复婚吧，我爱你，我想照顾你一辈子。真是笑死我了！你还是去和你的陈公子过吧。希望你下半辈子做个好人啊！我知道你还爱我，我也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哦，那你过来，我送你一个字。子昂，你说什么字？滚！子昂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？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说滚呐！没听见吗？还有，不要拿你的脏手碰我。另外，房子的事情，我也会打官司的，我会让你一无所有。啊，子昂，不要！子昂，我求求你，不要收回房子呀！走开！希望你好自为之吧。
子昂！晴儿，我好想你啊，也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。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晴儿，反正我们也要完婚了，今天我们就提前体验体验洞房花烛夜吧。哎呀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过来，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。怎么，你还在等那个什么林大夫呢？他都失踪了，他把你都给抛弃了，你还等他干什么？我不相信，他肯定不会失踪的。你别胡说，他肯定会回来找我的。等他回来，一切都晚了。我们后天就要成婚了，晴儿，你以后就是我的女人了。晴儿，你现在就乖乖从了我吧，啊！不要，你不要过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谁会来救你？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晴儿，你就从了我吧。哎呀！滚开，贱人！贱人，居然敢咬我！看我今天不要你好看！你快住手呀！晴儿，晴儿，晴儿，原来是一场梦啊！看我今天不要你好看！你快住手呀！晴儿，晴儿，晴儿，原来是一场梦啊！老板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做了个噩梦。不行，我不能这样抛弃晴儿。我要找晴儿，我还要穿越回去。喂，院长，怎么了？林子昂，你今天干嘛去了？你现在就给我来医院，有病人找你。什么？找我？谁找我啊？是一个姑娘，打扮的还挺漂亮的。总之，你快点过来吧。哦，好的。对了，她手里还拿着一幅画像，她到底是不是你的病人啊？什么？还拿着一幅画？没错，院长是我的病人，我马上回去，请你千万帮我留住他。行，那你快过来吧。院长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你可算来了，林子昂。就是这个病人，等你半天了。真是不好意思，院长，路上有点堵车。你快给病人看病吧，你先把衣服换一下。你现在穿的像什么样子啊？哎，我先出去了。啊，好的，院长。你来了，我先去换衣服，你稍等下。林医生，别来无恙啊！我还是老样子，胸口闷，要不也再帮我看看吧。林医生，别来无恙啊！我还是老样子，胸口闷，要不也再帮我看看吧。你到底是谁？什么我是谁？我是你的病人呢。你手中的画到底从何而来？哦，你说这个是我最近画了一张画，画中是古代的我，
我总想着通过这张画能穿到古代。有人告诉我，对着画中人的眼睛对视5秒，就能穿到古代。你先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到底是现代人还是古代人？你先回答我，你要试试吗？这怎么了，林医生？犹豫了？我知道你犹豫什么。什么？你在犹豫，你现在刚得到一笔巨款，还没来得及花，你怕再穿过去之后，你就没办法再享用这笔巨款了。但是你又放心不下那边的晴儿，所以你犹豫。你怎么知道我有一笔巨款？你又怎么知道晴儿？你到底是谁？是人是鬼？我是谁重要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对着画中人的眼睛对视5秒，就能穿到古代。你到底要不要试试？梦还没有醒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穿越。是不是做梦，你心里最清楚。我可告诉你，晴儿可一直在等你，并且为了你，她正遭受着大难。我真能再次穿回去吗？我并不知道啊，只有你试试才知道。这样吧，林医生，我给你1分钟时间考虑考虑。画就在这里，你想看就看，不看的话，1分钟之后我就拿走。但是，如果你这次不看，恐怕不看怎么样？恐怕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看了。晴儿，晴儿，我好想你。怎么样，林医生，考虑好没有？我决定好了，晴儿，我来找你了。小子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果然又回来了。说，你这几天都去哪里了？我们全家找你找的好苦啊。李少爷，不，大舅哥，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。晴儿呢？晴儿现在在哪里？你还有脸找晴儿？大舅哥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打你？我们李府被你害惨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我把李府害惨了？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几天前突然消失，现在又突然出现？你这又是什么装扮？这事没法和你解释。李府到底怎么了？晴儿有没有事？就因为你，我们得罪了赵公子。赵公子为了报复，竟然伪造了一份我父亲暗通敌国的证据，交给了皇上。现在父亲被打进大牢，我们李府也将面临抄家。这一切都是你引起的。现在父亲被打进大牢，我们李府也将面临抄家。这一切都是你引起的。说什么？居然有这种事！你少在这里装糊涂了。没有你，晴儿嫁给了赵公子，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。没有我，晴儿都已经死了，好吧？那也比现在我们蒙子大难要好。现在正在审理，审理完之后证据确凿，我们可是要被灭9族的。伪造的证据能确凿吗？审理完查明真相不就好了？你说的可真简单。赵公子是什么人？聪明绝顶。父亲现在已经被抓走，证明已经骗过了皇上了。这下我们李府必死无疑了。那晴儿呢？你别给我提晴儿。既然你又突然冒出来了，我就不能像父亲一样惯着你。三宝，先把他打100大板，然后丢去喂鱼。是。怎么就喂鱼了？我是专门回来与晴儿小姐成亲的。你还敢提成亲？快把这个不知死活的给我拉下去！不要啊！救命啊！三宝，你给我住手！晴儿，这小子既然又回来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
我要拿他为李家报仇。哥，他就交给我处理吧。不行，事关李府大业，我必须亲自处置。今天他必死无疑。那个，要不我们一起想想办法，先把李老爷救出来？是啊，林大夫本事大，他应该有办法把父亲救出来的。关押父亲，那可是皇上下的旨意，他本事再大有什么用？况且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，今天不杀他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哥，今天有我在，不可能让你杀他。哥，今天有我在，我不可能让你杀他。晴儿，我就知道你是在乎我的。晴儿，什么事我都可以让着你，唯独这件事，谁说都没用。三宝，带走。我看谁敢！晴儿，你想干嘛？哥，你要是今天非要让他死，我就先死在你面前。不要啊，晴儿！既然我和林大夫有了婚约，那他的生死我不可能不管。你为了这么一个人和我作对，值得吗？哥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他吧，要不然我真死在你面前。好，我今日就放了他，今后你就自求多福吧。三宝，我们走。小婉，快给他松绑。是，小姐。晴儿，终于又见到你了，你放开我！你也生我气呢。你父亲的事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父亲的事，我不怪你，但是你为什么突然消失，还偷走了父亲的传家之宝？你要是不想与我成亲，可以直说；你要是为了钱财，也可以直说，没必要做这种龌龊之事。晴儿，你误会了，我并不是贪图钱财，我是真的想和你成亲，想和你在一起的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但是这件事情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和你解释得清楚。那就不要解释了。你看看你这身装扮，定不是我朝中人。你既然选择了走，就不要回来。你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晴儿，我这次回来是专门回来找你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们还要成亲呢。我这次回来是专门回来找你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们还要成亲呢。你怎么能赶我走？你要是不走，我哥哥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而且，我也马上要北吵架。你走吧，我就当你从未出现过。晴儿，你先别急，你能和我先说说李老爷是怎么被诬陷的吗？或许我真的有办法将李老爷救出来。一切都不重要了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快走吧。你送我的礼物，我也还给你。从此，你和我李家再无瓜葛。对啊，我还有手机。晴儿，我想到办法了。什么？你有办法了？你哥不是说赵公子通过伪造证据诬陷李老爷，才令他入狱的吗？我说了，这事跟你没关系了。我现在有办法把李老爷救出来。怎么救出来？我父亲入狱，那可是皇上下的旨意。你就算再有本事，恐怕也无能为力。我问你，李老爷安通敌国的证据，确定不是真的吗？你想什么呢？我父亲怎么可能背叛朝廷？那些证据就是赵公子伪造的。那就好，那我就有办法了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只需要把赵公子约到这里来，你约他，他肯定会来。等到时候他来了，我就有办法识破他的阴谋诡计，到时候就能顺利的把你父亲救出来。把他约过来有什么用？难不成说服他，让他自己去找皇上？把他约过来有什么用？难不成说服他，让他自己去找皇上，说他污蔑我父亲？这可能吗？相信我，只要把他约出来，我就有办法
之前没人认为我能治好你的病，我治好了。之前也没人认为我能赢得了赵公子，我赢了。所以你这次还是可以相信我的，我保证可以让李家的所有人都安然无恙。你真能保证？我保证，相信我。好，那我就再信你一次。谢晴儿小姐。你现在赶紧去换身衣服，穿成这个样子，成何体统？公子，奴才有事儿禀报。说，李家的晴儿小姐送来邀书。什么？她能主动找我吗？是的，公子，要不要回绝？莫不是为了他父亲之事，来找我求情？但是找我求情也没有用啊，我都已经呈到皇上跟前了。那奴才就去回绝了。哎，不，晴儿小姐的邀约我怎么能够拒绝呢？我还等着李家被抄家之后，我上报皇上，把晴儿赏赐给我呢。现在就去回信，我定准时赴约。是。什么？你说你把赵公子约到了我们府上，片刻就到？是的，林大夫已经有了解救父亲的办法。你疯了吗？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赵公子能说了算的了。你疯了吗？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赵公子能说了算的了。现在事情已经禀报到皇上那里去了。你把赵公子找过来，是想羞辱我们的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让他来羞辱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有晴儿撑腰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你放心吧，我保证能让李家化险为夷。如果我做不到，你就拿我去喂鱼，我无话可说。哦，那不知道林大夫有何良计啊？就是这个。又是这个能打败算盘会发光的怪物。这个东西不仅能算数，它的功能可多着呢。喏，你看。啊，这里面为何会出现会动的画像？你再看看这里面的画像，是不是此时此刻房子里面的画像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晴儿和小婉都能够同时出现在画像里面，还如此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？这东西啊，叫做手机。我现在用的功能叫做照相机。算了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。小婉，等会儿赵公子来的时候，你就拿着这个东西，把这个不停地对着赵公子就行了。什么啊？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是。这种奇物你怎么会有？你不用管这么多，你待会儿等着看好戏就行了。赵公子到。哟，各位原来都在啊！我还以为晴爱小姐单独邀请了我一个人。赵公子，别来无恙。哼，又是你。赵公子，家父之事，李老爷通敌叛国，李公子，这事情可是证据确凿啊，在下也无能为力。况且此时正在审理，若是李老爷清白，皇上自然会放了他。还请赵公子能在皇上面前替我父亲美言几句，家父绝非卖主求荣之辈。你让他去皇上面前美言几句？哎呀，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李公子，你不要太天真了。哎，你说对了，证据就是我提供的，我又怎么可能去帮李家求情呢？不过，让我去帮忙求情也不是不行，只要李家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我倒愿意去试一试。赵公子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只要能放过我父亲一马，什么事我都答应你。只可惜你说了不一定算。家父不在，
我就是李家的家主，赵公子尽管开口。我要晴儿小姐和我成亲，并且今晚就洞房花烛。你说说行不行？果然是无耻下流之辈！你才看出来啊！若是今晚想救你父亲，今天晚上就来乖乖陪我吧。拿开你的脏手！我来陪你行不行？小子，现在李家危在旦夕，随时被灭九族，你还和我开这种玩笑？我看是你先在这里和我开玩笑的。晴儿是我的未婚妻，我是李家的赘婿。我看是你先在这里和我开玩笑的。晴儿是我的未婚妻，我是李家的赘婿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上报皇上，李老爷通敌卖国的证据我多的是。信不信明日我就让你们李家全部奔赴刑场啊！在下告辞。赵公子，等一下！赵公子，您息怒。这李家是我说了算，你不要迁怒于一个下人。我保证，只要你能救李家，我什么事情都能答应你。我的条件就是今晚晴儿小姐过来陪我。真是卑鄙无耻！晴儿，休得胡言！我说李少爷大舅哥，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，还是脑子不好使啊？就是他伪造的证据，才把李家推向绝境。你现在居然过去求他，对他低三下四，你有病啊！你能不能用脑子好好想一想？你是想找死吗？哥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赵公子，你凭什么伪造证据污蔑家父？你说什么？我诬陷？难道不是吗？我父亲忠君爱国，不可能做出有悖良心的事。没错，就是诬陷。可那又怎样？谁让你们李家不识抬举，惹怒我赵某人？不仅毁了我和晴儿的婚事，还让我当面出丑。这么说，你是承认所谓的李老爷通敌叛国的证据是假的了？是你伪造的？当然，我承认了又怎么样？哦，没事，你接着说。李老爷的皇上忠心耿耿，忧国忧民，又怎么可能会通敌叛国？但是我赵某人是何许人也？我伪造了多封李老爷与敌国往来的书信，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破绽。别说是皇上了，就连李老爷本人亲自看了，也分不出真假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再加上我贿赂的证人，你家李老爷就算是官职再高，那也没用。你们李府就等着乖乖被抄家吧。你真是卑鄙，用这种像三滥的手段来陷害我父亲。谁让你们惹怒于我呢？我说了，其他人我保证不了，但是晴儿，我至少可以保证你的平安。你跟我回去，老老实实的做个小妾，还是可以的。说得好啊，赵公子。要是没有你这么一番话，那李家可真是要玩完了。有没有我这一番话，李家也是一样要完蛋。那可未必，至少你承认了你是伪造证据陷害的李家。我承认了又怎么样？难不成你还能把我这段话拿给皇上面前？好笑吗？好笑的话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接下来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晴儿小姐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回去，给我做小妾？晴儿小姐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回去，
给我做小妾？我死也不愿意。你可要想好了，晴儿，你要是不和我回去，你可能真的会死在这儿。你说完了没有？你要是说完了，马上给我滚！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所有人在家等死吧！赶紧滚！哼！赵公子，赵公子，子昂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把他请过来，不仅关系没有缓和，还把他给激怒了。你这是要置我们于死地吗？小婉，把东西给我。啊！我在和你说话，你是聋了吗？你拿这个怪东西有何用？晴儿，来，一块过来看看。李老爷的皇上忠心耿耿，忧国忧民，又怎么可能会通敌叛国？但是我赵某人是何许人也？我伪造了多封李老爷与敌国往来的书信，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破绽。别说是皇上，就连李老爷本人亲自看了，也分不出真假。这不是赵公子吗？这是他刚才说的话，怎么会在这个东西里面？这真是太神奇了！不仅能把我们的动作画像放到里面，居然把刚才赵公子的话全都记录了下来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此物只应天上有啊！太好了，这下父亲有救了。这不叫画像，这叫视频，可以记录发生的一切。有了这个东西，此物只应天上有啊！太好了，这下父亲有救了。这不叫画像，这叫视频，可以记录发生的一切。有了这个东西，就能证明赵公子诬陷我们李家的事，他百考莫辩，这才叫铁证如山。我把这个东西拿给皇上看，那所有的事情都真相大白了，父亲的冤屈算是洗清了，那我们李家也就解除危机了。不仅如此，代替父亲入狱的恐怕就是赵公子了。他诬陷当朝宰相，定会被打入18层地狱。哎呀，林大夫，不，妹夫，你真是奇人啊！此物定能震烁古今啊！哇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变态啊！我是过于兴奋了。亲也不用你亲啊，你亲顶什么用？那得……啊？那就这一次。好。再来一个。先别来了，父亲还在牢里。哦，对，大舅哥，你能见到皇上是吧？我可以见到。那就好，我接下来教你怎么用这个东西，你立刻把这个东西拿给皇上看。估计看完之后，咱们父亲就被放出来了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公子，出事了！公子，什么事？慌慌张张。公子，出事了！公子，什么事？慌慌张张。我平日是怎么教你的？说吧，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李府被抄家了？不是，李老爷都被放出来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不仅如此，我们家周围围满了御林军，拿着圣旨要抄我们的家。什么？怎么去了这么久了，李老爷他们还没回来？子昂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小旭，恭迎岳父。贤侄，快起来，老夫还要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
岳父赶快请起，这我可受不起。子昂啊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得多啊！我都怀疑你是神仙变的。过奖了，过奖了。此番你帮助李家度过此危机，你可以提任何要求，我都满足你。对呀，这次要不是你，我们李家恐怕要遭灭顶之灾。这个嘛，要说要求的话，我还真有一个。你尽管说，不管任何事情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那就是和晴儿小姐尽快完婚。那是当然，此事我已经上报给了皇上。等你们大婚之日，皇上要亲临祝贺。皇上要亲自前来。这次要不是你，我们李家恐怕要遭灭顶之灾。这个嘛，要说要求的话，我还真有一个。你尽管说，不管任何事情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那就是和晴儿小姐尽快完婚。那是当然，此事我已经上报给了皇上。等你们大婚之日，皇上要亲临祝贺。皇上要亲自前来，此事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方才皇上把你的经历全都了解了一遍，另外要去了你那个可以出现画像的小玩意，还要2日后召你进宫面圣。皇上召我干嘛？皇上已经知道你有非凡的才能，必定能为我朝所用。就在我刚从牢里放出来之时，边疆地区发来急告，我们已经受蛮夷侵略，现在大军压境，势如破竹，我朝遭遇大难啊！现在急需你这样的人才，才能想出退敌之策。怎么还卷上战争了？平常小打小闹就算了，此事我怕不行啊。这个事，我怕无能为力啊。先知莫要谦虚，我向皇上力保了你，我觉得你一定行。可是我还要与晴儿成亲呢。成亲是为了儿女情长的小事，我现在和你说的可是国之大事啊。可是我没想过，你要是能协助退敌，可以救万民于水火，救天下苍生免受苦难啊！这不是道德绑架吗？成亲是为了儿女情长的小事，我现在和你说的可是国之大事啊！可是我没想过，你要是能协助退敌，可以救万民于水火，救天下苍生免受苦难啊！这不是道德绑架吗？晴儿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大丈夫理应心系苍生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会守你终生。晴儿，你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可以试试。太好了，我朝有救了，黎民百姓有救了。别，帽子别扣这么大。你们不懂，其实不是我有能力，而是我生长在一个有能力的时代。此话何意啊？这样吧，你们给我1天时间，容我想想办法。行，我这就向皇上禀报，你1天之内能想出退敌之策。不是我。是谁？晴儿，睡了吗？是我。你这么晚不睡，来我房间干嘛？晴儿，我是来和你道别的。什么？告别？你要去哪里？今天答应了你父亲的事情，我做不到。我必须消失一段时间，才能想出办法。晴儿，
我是来和你道别的。什么？告别？你要去哪里？今天答应了你父亲的事情，我做不到。我必须消失一段时间，才能想出办法。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呀？还有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再回去我生活的时代，搬一些东西回来，才有胜算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怎么听不懂？你不需要听懂，但是我怕我不确定这次走了还能不能回来。你说什么？你不确定能不能回来？我和你解释不清楚。总之，我一定会努力回来的。子昂，白天的事情是不是太为难你了？还好，我想好了。我以前窝窝囊囊的活着，现在终于有机会能干一票大的。我一定要干，不为别的，就算是为了你我，也要干。我不懂你要做什么，但是你要小心一点，我等你回来。晴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回来的，你一定要等我。我等你，我永远都等着你。行了，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先别走。啊？怎么了，晴儿？没想到我一个小医生，穿到这个年代，竟然有机会叱咤风云，改变历史。既然我穿过来能带东西穿越，又有穿越的通道，那我把我们那里先进的东西都带过来，那岂不是能呼风唤雨？啊！我果然又穿越回来了，这么神奇吗？啊！林子昂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突然冒出来了？我就在门口站了1分钟，你刚才也没在屋里啊？院长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，你帮我办一件事。啊？你说什么？让我帮你办事？你是院长还是我是院长啊？还有，你这穿的又是什么衣服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胡言乱语的！院长，你帮我查一下监控。无论如何，也要把前几天来找过我，手里拿着画的美女给我找出来。我给你100万。林子昂，我看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做医生了。你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了，而且是神经病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被辞退了。林子昂，我看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做医生了。你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了，而且是神经病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被辞退了。院长，钱一会儿就打你卡上，记着，今天务必要帮我把他找出来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小叔。哟，子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叔，我就跟你长话短说了。你人脉广，可不可以帮我办件事情？什么事儿？你尽管说。上次的事情我也赚了不少钱，不管什么事情我都给你办了。
帮我搞一批武器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武器？没错，就是武器，我有急用。是你发烧了，还是我听错了？我上哪里去给你搞武器呀？你是突然有钱疯了吧？真的搞不到吗？废话，违法的东西我去哪里给你搞？既然武器搞不到，那你帮我搞其他的东西吧。什么东西？我需要一批西药和一些方便通讯的东西，什么手机、对讲机、无人机、摄像头、电脑这些东西。再搞几辆越野车。哦，对了，汽油需要多备一点。其他的我再想想，现在一时也想不出来。子昂啊，你和小叔说实话，你要这些东西干嘛？我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古代，什么手机、对讲机、无人机、摄像头、电脑这些东西。再搞几辆越野车。哦，对了，汽油需要多备一点。其他的我再想想，现在一时也想不出来。子昂啊，你和小叔说实话，你要这些东西干嘛？我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古代。你想嘛，要是把这些东西带到古代去打仗，要是有个对讲机什么的，多方便。然后再想办法往敌营安一个摄像头，然后再靠无人机去打他，那多好！要是能有一辆坦克，那就更好了。子昂，你没发烧吧？在这说一些什么胡话呢？哎，小叔，我没说胡话。你赶紧给我置办了就行了，我一会儿给你清单。你肯定是被那5个亿给刺激的都傻了。哎，你就不是有钱人的命，有点钱就开始折腾。要不，你去医院看看吧。哎呀，看什么看？赶紧的，1天之内清单上的东西都给我置办齐了，我到时候把钱打到你的账户里。我先走了，你记得抓紧给我置办啊。喂，院长。没想到你还真给我打了100万啊！先别说那些没用的，人找的怎么样了？人我找到了，位置我马上发在你的手机上。好的，院长，谢谢你。嗯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找我的吧？你终于出现了，太好了！怎么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，李医生？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现在还需要回去，晴儿还在那边等着我。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上晴儿了。那当然，晴儿可是我未过门的妻子。你到现在都不问问我到底是谁呢？不管你是谁，总之我现在就要回去。明天之前我一定要回去。我凭什么帮你？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能够帮我回去。要不你把画卖给我吧，多少钱都行。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。我的画已经被人买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清楚吗？那我就再跟你说一遍，画已经被别人买走了。什么？我怎么办？晴儿怎么办？我还要回去呢。晴儿还在等着我，岳父还在等着我，皇上还在等着我呢。哦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求求你，告诉我，你卖给谁了？去找他把画买回来，行不行？我是真的需要你的画。那好吧，我可以给你个地址，你去找他。不过嘛，你很有可能见了他就改变主意了。不可能，不管见到谁，我都不可能改变主意。晴儿说好等我一辈子的，我一定要回去。我把地址发给你了，你现在过去吧。
好的，谢谢你了。